在大学里，辅导员并不在乎你挂科、逃课或者逛夜店，他们只在乎你会不会死在学校里。有很多看似岁月静好的大学，都有着不能说的黑幕。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一所传媒学校中，就发生过学生死在学校的事情。具体是哪一所我不能明说，学校给了封口费了，还用顺利毕业来威胁我们。现在我已经毕业好多年了，就想把这个故事给讲出来，尽量不带感情色彩，只讲亲身见闻。我和死者的关系不错，做什么事儿都会叫上他。把这事儿说出来，就是想还原一下事情的真相。因为这个故事有2个版本，至今还在学校流传的是其中的一个不完整的版本。这后面出现的名字都是化名，大家不用去查，也不必追根溯源。刚入学时，新生都要做心理调查问卷，最后一题就是你或者你的家族是否有精神病史。一般人在这儿都会填写真实的信息。后来我们问过老师，自杀的那个同学也填了真实信息，他有中度的抑郁症。这里就叫他的绰号闷葫芦吧，这是我们寝室里给他起的。这起外号不是欺负他，大家都有外号。大学里的男生嘛，大家都懂，总是会开一些不切实际的玩笑。在寝室里，我们就注意过闷葫芦总是吃药，后来才知道这个药叫做盐酸帕罗西汀片，专门治抑郁症的。盐酸帕罗西汀片一般是10片，每片的中间有一条缝，可以掰开。我们每次看闷葫芦吃药，一般都是吃 1.5 片，也就是1片半。那时候是大一的下学期，刚下晚自习回来，没看见他，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有一个空了的铝箔药板。事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室友都觉得这闷葫芦当天晚上是一下吃完的。这当然也有可能就是那个药片原先就吃了不少，他只是当天晚上恰好吃完罢了。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就能猜得出来，这个自杀的闷葫芦就是我的室友。一个寝室4个人，我们3个人是一个班的，这闷葫芦是另外一个班，所以平时也不太清楚他的状况，只知道他成绩很好，才大一下学期就已经是预备党员，评优评先一定有他。主要是他长得也好看，不是那种阳光帅气的好看，就是那种皮肤特别好，但是一般长相。毕业之后第2年我才得知，这种好看叫做五官端正。除了平时不爱说话，他简直就是个完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朋友，除了跟我们在一块儿，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周末里总是早出晚归，有时干脆就不回来。我们之前问过他到哪儿去了，他也不告诉我们，只是苦涩地笑一下。打工。我们知道他的家庭条件不富裕，而且他自己经常吃药，所以生活费总是不够用的，因此会临时打工。上学期是在食堂里勤工俭学，下学期就去当家教去了，所以我们寝室的哥们儿都挺照顾他的。那天是周五，晚上11点多了，他还是没有回寝室。寝室一般10点门禁，11点已经不能进出了。我们就觉得他今儿可能又去兼职了。这因为是周五，明天不上课，大家就都想着睡懒觉，所以我们就没锁门。如果闷葫芦白天回来了，自己就能进来，省得敲门再把我们吵醒。然后大家上床睡觉，倒头就睡，
爱运动的男孩子睡眠质量都是不差的。第二天，一个哥们儿被尿给憋醒，他当时迷迷糊糊的，眼睛也没睁开，完全就是凭着感觉下床，穿拖鞋，然后就往卫生间的方向走，那肩膀就像是撞到什么东西。可是他太困了，也就没管。放完水后，他又沿着原路返回，这次又撞上什么。他这人刚放完水，意识清醒了点儿，就睁开眼看了下撞到的东西，这就是瞄了一眼，那吓得把椅子和墙边的鞋架子都压倒了。我们被这个声音惊醒。喂，怎么了？我刚问出口，就和当时吊在半空的闷葫芦四目相对。那时候他的遗体就在半空中打转，正好转到我的方向上，眼珠朝上，眼白对着我，舌头压在下嘴唇上，舌尖出来一点点。那时候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大脑瞬间空白，心脏揪紧了一样，浑身激烈的哆嗦，一口气儿进进出出，险些给憋死。我们看到这吊死在电风扇下的闷葫芦，大家想一想啊，这我们都是来读大学的，同一个寝室里室友死了，还是在我们熟睡的时候默默的就吊死了。最关键的还就在我们身边，那种不寒而栗，现在我想起来都在害怕。回想那一天，闷葫芦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都在猜测。也许是凌晨，我们睡得很深的时候，他回到宿舍，找了根绳子，穿过墙顶吊电风扇用的铁钩子，然后打了个绳结儿。我们就赶紧穿好衣服，没敢动现场。我跟一个室友出门叫宿管，剩下的那人就负责让别的同学别进来，顺便打电话通知辅导员。这一路上总有同学问我们，哎，是不是死人了？真死了吗？哎呦，你听说是吊死的，真的假的呀？虽然我平常也总是把什么死啊、干掉啊之类的这些话挂在嘴边上，可是这是真的见到人死了，还是特别的害怕。所以我守口如瓶，什么都没说。如果遇到熟人追问，就骂骂咧咧的怼他。我去，这是要命的事儿，你闭嘴吧，积点德行嘛。我们一路小跑，找到宿管大妈，跟她说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宿管大妈听到这事儿也是吓着了，手一直放在胸前抖动，她不想跟着我们去，一直东躲西藏。后来是辅导员来了，宿管大妈才不情愿地跟上来。结果辅导员看了现场后，觉得这事儿太大了，于是就叫来领导。领导看了现场，又叫来更大的领导。到最后，校长、校书记、系书记都来了。这校长一来就问我们，这事儿没跟别人说吧？我摇头，没有，第一时间就联系辅导员了。校长点点头，做得对。然后校长就跟后勤部长一块儿进了寝室，系书记和校书记则是把我们带到走廊开始询问。他是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我们昨晚上11点睡的，早上就发现他死了。这一个大活人在你们3个身边吊死了，你们就没注意啊？那我们都睡得很死，没注意看。哦，那是不是你们3个看不惯他，把他杀了？不是，你别侮辱人啊，我们跟他关系很好的。校书记也对着系书记说道，哎，老王，工作态度严谨一点，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学校的学生呢？
然后校书记接着问我们，那么他昨晚上也在寝室里睡觉吗？那倒没有，我们昨晚11点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寝室呢。我们给他打电话发短信，他都没回。我们就担心他可能明天早上回来的早，门也没锁。说完，我把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给校书记看。校书记拿走我的手机，他不光只看了昨天的信息，还翻看了早些日子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可看的，那早几天的聊天记录里都是什么带饭啊、带水啊、回来开黑之类的内容。校书记看了一会儿，觉得也没什么，就把手机还给了我。然后他问，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他跟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和自己班上的同学关系不太好。然后他会吃药，就是他桌上那个。习书记听到这儿啊，走进寝室，没过1分钟就出来了。他跟校书记说，这是盐酸帕罗西汀片，抗抑郁的。这学生有抑郁症啊。校书记听完，那心里边好像拿定了主意，和系书记互相的点了点头。这有抑郁症，应该就是自杀了吧？系书记说道。随后校书记也对着我们说，那这几天你们睡招待所吧，你们寝室的东西暂时不要动了，一会儿警察来问你们什么，就跟现在一样的回答。我们知道他有抑郁症时很惊讶，但更多的是松了口气，就像是终于洗清嫌疑一样。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后怕。从我们发现闷葫芦的遗体到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这会儿他还吊在那儿，没人想过把他给放下来。正当这时，校长和后勤部长从寝室里出来，他脸色不好，看了一眼校书记，问道，是不是该通知派出所的同志了？校书记点头，可以通知了。这样啊，咱们先去调监控看一下，没问题了再请派出所的同志过来。这老实说呀，我听到他们这段对话时，心里充满着鄙夷。难怪那只要是有人来查监控了，他们就说监控坏了在维修呢，怕是早就删除掉监控的内容，没什么能拿给别人看的，只能撒谎。后来校长、后勤部长、保卫处长、系书记、辅导员，一共5个人带着我们就去了监控室。其他的几位领导去干什么了，我就不知道了。老实说，虽然现在是大白天，可是这监控的内容还是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南寝的监控室就在宿管的房间，领导让宿管调出我们那里的监控，然后就看到这画面上，在凌晨2点时，闷葫芦从走廊的尽头出现。他走到寝室门口，刚把手放在门上，然后画面就静止了。宿管还以为是碰到暂停按钮，却发现这监控画面右下角的时间一直在变化。那不是画面停了，而是闷葫芦站在那儿没动。于是宿管按了快进按钮，快进了2分钟了，走廊的灯黑了，但是监控都带着夜视功能，还是能看清楚闷葫芦的动作。他依旧没动，持续了足足有5分钟。之后他才把手从门上放下来，取出手机，翻了一下，把手机放回到口袋，还是没有进寝室，转身走了。宿管顺着闷葫芦离去的方向调出那边的监控，这后面的画面就很诡异。这个闷葫芦在整个凌晨2点到3点之间的时间里，一直就在宿舍楼的走廊上走动，从5楼走到3楼，从3楼走到楼顶。
那夜深了，同学们都睡了，他就像个午夜的幽魂，在监控里是白色的，在各个楼层间游荡。感应灯亮了又黑，黑了又亮，他时不时地蹲下哭泣，又时不时地找到楼梯中间的窗户，他会站上窗台看下面的景色，然后畏畏缩缩地回到楼梯上，又蹲在地上哭。在那种黑白色的监控画面中，我们围观着这一幕，心里边有说不出的压抑。这个监控的画面就像是一幅被黑色蜡笔乱描过的恐怖画布。后来在监控里，闷葫芦去了顶楼，在短暂的监控盲区后，他重新出现在画面中。这时候的他走到墙边，爬上栏杆，看着楼下。我能感觉到他有一跃而下的冲动，可也感觉到他的害怕。他做出原地跳远的起跳动作，反复了好几次，可是他最终也是没能跳下去。也许是畏惧坠楼后身体变成血肉模糊的样子吧。只见他把手伸进口袋，居然拿出了一捆尼龙绳。监控上看得不仔细，但应该就是他上吊的那一根。闷葫芦像是下定决心一样，转身下楼，直接冲向5楼。这次他来到寝室门前，没有犹豫，慢慢地推开寝室的门，进入其中，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出来。短短2个小时的画面被快进了7次，我们实际看到的画面只有不到15分钟。可是这短短的15分钟里，让在场的所有人情绪都压抑了。校长的脸色最是难看，他叹了口气：这平时还是没做好这同学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啊。这位同学踟蹰了2个多小时，还是决定结束自己生命。那我也是觉得特别的心酸。他下定决心去死的时候，得多绝望啊！派出所介入后，这个事件很快的定性，结论就是抑郁症患者自杀。校方开始同步做起了公关工作，在校内打压学生们对这件事的讨论热情，在校外利用传媒学校的影响力，限制媒体报道这件事情。我们宿舍的3个人做完笔录后，停了2天的课，都在配合警方调查。这说是配合调查，其实警方根本就没重视这事儿，他们只是确认闷葫芦的抑郁症患者身份以及他的人际关系，据说也调查了手机，只不过手机在他的口袋里已经被格式化了，所以警方并没通过手机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干脆就结合法医的尸检报告以自杀结案。后来那后勤部长跟我们说过，那寝室里暂时不要住人了，你们收拾东西搬到3楼的空寝室去。啊，好。这后勤部长刚要走，又想到什么，回来跟我们说，哦对了，警方在搜查的时候搜到了电吹风、热水壶和飞机杯，那飞机杯还有2个。我这一听，立刻看向身后2人，这2个人畏畏缩缩的，不太好意思。我不用这玩意儿，所以很清楚那东西是谁的。后勤部长也是明眼人，只是对着我说道，这违禁物品这次不处罚你们了，还会往你们每个人的饭卡里充个8000块钱。这件事儿啊，你们从今儿往后别跟人提起，要是跟人提了，不光这笔钱要不回来，学校还会让你们立刻退学。我们就这么接受了闷葫芦自杀的结论，也被迫的接受学校的条件。后来我们各自带着行李搬到3楼，在路上我们看见闷葫芦的父母，那是2个看上去就是打了一辈子工的人，就是那种普通小区里最普通的中年人，
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中年丧子的悲痛。好在校方和警方保护着我们的身份，没让我们和闷葫芦的父母见面。当然，这只是客套话。其实真实的原因是校方怕我们和闷葫芦的父母见面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所以才没让我们见面。一个抑郁症患者因为无法适应大学生活，选择在寝室里放弃自己的生命。到这里为止，就是目前流传的版本，也是除我之外所有人都了解的版本。可实际上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个故事的后续就是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也许你们听完我口中的这个版本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只要你们稍稍的看过一些新闻，就会知道大学里边这骇人听闻的事儿多了去了。搬到3楼以后，又过了2个星期，我们还是没从那件事的阴影中恢复过来。直到最近，我们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不只是我们，大半个男寝几乎都是彻夜的亮着灯的。男寝死了人，还是吊死的，难免人心惶惶。周五下课后，我趁着午休的空档回寝室里拆了枕套，准备清洗一下。我就发现这枕套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顶楼东门出口第2根通风柱的地砖940821。这我上一次洗枕套是1个月前，那时候枕套里可是没有这张纸。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闷葫芦在吊死之前塞在我枕头里的。我暂时没把这事儿告诉另外2人，只是等他们不在寝室时翻了翻他们的枕套。这他俩不像我这么讲卫生，那枕套都用了2个学期了就没洗过，那都发黄了。简单的翻动一下，确认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于是我肯定这就是只留给我的，上面写着地址，还有一串的数字。这串数字我知道，这是他的生日。那么这个地址呢？我决定去看看。我下午就去了顶层的阳台。这地方在事发之后就锁起来了，生怕有别的学生再会想不开。好在学校还没来得及把一旁的窗户堵死。我透过窗户翻到天台上，然后找到纸条上写的位置。我发现这个位置就是当时监控的盲区，那时的闷葫芦就在这盲区里停留过一段时间。难道就是在这根柱子附近藏着东西？围着这根柱子走了一圈，我就发现地砖有一块松动，轻轻的一扳就起来了。在下边就压着一张农行的银行卡，这银行卡上裹满着淤泥，已经发臭了。我先把银行卡从淤泥里抠出来，抓在手中，跑回寝室。那当时我也不知道这银行卡能不能水洗，所以就先刮掉银行卡上的淤泥，然后用湿纸巾一点点地擦洗干净。看着这张银行卡和纸条上留下的生日，我心里边暗自欢喜，这就能串起来了。这个生日大概率就是这银行卡的密码。我就趁没人的时候，去到学校里的自助 ATM 机，插入银行卡，发现这卡没有损坏，还能用呢。于是输入他的生日，还真的是密码。点击查询余额，这里边有47700多元。我就想不明白，这闷葫芦怎么有这么多钱呢？所以我这次就去了校外的农业银行，在自助柜台查询银行卡的交易记录。我就发现这些钱都是5000的汇到他银行卡里的，一共汇了10次。除此之外，银行卡里就是每个月1300的生活费。我知道他每个月光买药就要花费700多，
留下生活的钱只有600元。看得出来，这闷葫芦在吃喝方面一直都很节俭。我又看了下那些5000元的款项和汇入日期，其实这些日期也分布的蛮有规律的，分别是3月17日、24日、31日、4月7日、14日、21日、28日、5月5日、12日、19日，一共汇款10次，共计5万元。每隔1个星期就有一次，最近的一次是在3个星期前。看了一眼日历，汇款日都是在周末。汇款记录恰好就断在闷葫芦自尽的那周，我就越发觉得这闷葫芦自尽的原因并不简单。这我就想着查一查是谁给闷葫芦汇的钱，但自助柜台上不能查询汇款人的账户信息，只能持着本人的身份证去柜台上才能查询。显然这线索到这儿就断了，但没有完全的断开。汇款时间和闷葫芦每周外出打工的时间很近，所以这些钱很可能就和闷葫芦周末的兼职有关。这份兼职肯定不是家教，那什么样的家教能1个星期赚5000块呀？这闷葫芦是不是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儿了？这时啊，我的脑子里就有了这种想法。这什么工作能让一个大一的学生1个星期赚5000呢？贩毒？诈骗？盗窃？我这越想就越觉得离谱。从银行回来，我也没把我调查到的事儿告诉另外2个室友。那不是我不相信他们，只是不希望闷葫芦做的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也许这事儿不光彩，闷葫芦已经死了，就别让他死后的名声更加的难听了。6月初，第1学年已经快结束了，各科的老师已经布置了期末考核的任务。我这个专业的考核要求尤其严格，所以我们一伙人扎堆在寝室里忙忙碌碌。大学里的作业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自己做的，有可能就是找有经验的同学帮的忙。说实话，我们3个都不是爱学习的主，平常的一些作业大多就是拜托闷葫芦帮忙。他虽然不是我们专业的，可是一通百通啊，作业完成度非常的高。想不到我们第一次缅怀他，居然是想念他帮我们做作业的日子。说来也巧，当时我从这个点就联想到一个线索。曾经有一天，闷葫芦的班里有课，我们班没课。这课上闷葫芦没带电脑，可他又需要电脑里的一份文件，他就打电话找我传给他。当时他把他的电脑解锁密码发给了我，就是这个密码让我想到了继续追查的方向。这生活中啊，很多人设置密码的习惯是把锁屏密码、QQ、微信密码都设置成相同的数字。我现在知道闷葫芦电脑的锁屏密码，那就很可能通过这个密码打开他的微信或者 QQ。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立马打开 QQ， 找到闷葫芦的 QQ 号，又把他给我发的电脑密码给找出来，我就尝试着用手机登录他的 QQ 号码，结果轻而易举的就登录成功。QQ 的信息都是云端同步的，那聊天记录一查便知，但他不是会员，只能保存1个月的记录，但这就足够了。看完聊天记录后，我不禁感叹，这闷葫芦不愧是闷葫芦。他的 QQ 聊天对象总共也没有几个，也不在班级群里聊天，那别说是什么线索，就连稍微隐私一点的对话都找不到。我知道 QQ 对他而言并不重要，所以我准备把目光放在私密性更强的微信上。我用同样的方法登录微信账号，结果成功了。
这微信登录之后还需要验证身份，这里有3个选项：扫描2维码验证、邀请好友辅助验证、短信验证。很显然，第一个和第3个方法对我而言并不适用，只有这第2个方法是合适的。我们寝室的另外2人都是他的好友，正好可以实现好友辅助验证，所以我借来他们2个的手机，完成验证步骤，事后又删除了这个记录，把手机还给他们。这一套流程下来，我就成功的登录了他的微信号。微信这软件和 QQ 完全不同，他的聊天记录基本上不绑定在云端，只储存在你原先的手机里。所以即便我登录了他的微信号，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想看到聊天内容就只能用他原本的手机。可是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闷葫芦的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所以他的手机里也已经没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气馁，因为我清楚除了手机之外，他的电脑也登录过微信，那些信息应该也同步在电脑中。闷葫芦的电脑已经被他的父母带回到家里。老实说，如果不是当时我太想知道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也许就会放弃追查，然后把这张银行卡里的钱全部汇给他的父母，就当这事儿过去了。可我没有，我以闷葫芦同学的身份联系到他的父母，我就说在闷葫芦的电脑里有我跟他共同制作的文件作业，希望他们可以把电脑寄过来，运费到付，等用完后我再给寄回去。那叔叔阿姨都是讲道理的人，在加了微信确认身份后，我成功的在第3天的时候收到闷葫芦的电脑。我迫不及待的打开电脑，用手机扫码的方式登录了电脑微信，成功查到他这电脑里的微信聊天记录。他的微信聊天对象不多，很快就筛选出一个备注是某某家教的账号。在这里就不说账号的名称了，大家只要知道这是一个家教工作的联系方式就行。我看了下微信的聊天记录，发现那边是一个高2的女生，他们之间的聊天内容也很正常，确实是在探讨学习。女生偶尔会发一些自己的自拍照给闷葫芦，照片里的女生还蛮好看的。最重要的是，家教工作每周都会以微信转账的方式结款300元，到现在他微信账户里还有600多块钱呢。我就开始意识到，这银行卡里每个星期额外汇款的5000元跟这家教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我也不敢去联系这个女孩，因为这是闷葫芦的账号，她已经死了，一个死人是不该给活人发消息的。那么这线索到这儿又断了。追查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事儿越发的奇怪。他每周末确实是去做家教工作，但从家教工作的聊天记录来看，他每周末的工作时间只有2个小时。那么他为什么每周末的晚上都不回到寝室呢？也许他家教工作结束后还有额外的工作，是一份能让他一个星期赚够5000块的工作。从我发现线索断开后，又过去2天，在今天的午饭时间，我们就听到食堂里隔壁桌的同学在议论闷葫芦上吊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他是借了网贷了，还不起才自杀的。嗨，他那人被校霸欺负了，不堪折磨才自杀的呢。不是，他是被同学排挤，忍受不了自杀的。这可真是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们3个就像达成了某种默契一样，不管听到什么都不去搭话，甚至很忌讳提起这些事儿。毕竟我们现在吃午饭用的那钱都是学校给的，也不敢乱说呀。
可是那些风言风语让其中的一名室友就联想到什么，他支支吾吾了好半天，就像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这才开口跟我们说：哎，我跟你们说啊，在你俩去找宿管的时候，闷葫芦的电话响过。我这一听连忙问道：电话响过？谁打的？室友摇头，他只是说呀，那手机在口袋里，我没敢去掏啊，但是他裤子透光，我能看到来电的人是2个字的。我这听完捏住下巴，突然意识到，也许和闷葫芦联系的那个人不是通过 QQ 或者微信，而是电话联系。既然是电话联系，想调查就必须得用他的手机，可是他的手机已经格式化了，哪有可能查到什么呢？或许黑客可以啊，但这我们都是传媒专业，哪里会那一套呢？所以我也就没多想，干脆就没再去管这件事儿了。打那之后，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我就把闷葫芦的银行卡和微信里的钱，先是全部转在我的银行卡中，又以匿名的方式全额转给闷葫芦的父母。我这知道已经没法查了，我只是个普通的学生，又不是警察。再说了，就算我是警察，单凭一张银行卡也算不了什么证据。这就算是能作为证据，闷葫芦自杀是事实，客观上来讲，如果没有其他的外力介入，就不会改变自杀这个既定事实。所以我几乎就放弃调查。那张银行卡和纸条就和我的其他银行卡一起装在卡包中。事情的转折是发生在大4实习的时候。对，就是这件事儿发生3年之后，我们已经完成大学校园里3年半的学习，马上就要出社会实习了。当时我因为校园卡的流量套餐离开校园后就不好用，所以去营业厅里准备办一张新的流量卡，就是那种在当时很火的某网卡。办理这个卡的时候，我就特地的问业务员：啊，你好，我现在这张卡里的联系人是不是能转移到新卡里啊？业务员就告诉我：啊，现在的智能手机都会把联系人默认的储存在手机里，并不在电话卡里。我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只是哦了一声，那起初我也没有联想到别的地方，后来一出了营业厅，我这脑子就像是通了电一样。我突然意识到，当年的事件中还有一个线索非常重要。当时那个室友说，在我们出去叫宿管时，那闷葫芦的电话有来电信息，而且来电人的姓名是2个字的。这也许你们还没想明白，2个字这哪儿重要了？可是还记得警方怎么说的吗？他们说手机已经被格式化了，那一个格式化的手机里，联系人的数据应该也消失了才对。即便是有电话打进来，也应该只是一串数字。但是在来电之后，室友居然能看到2个方块的汉字，那可是联系人的备注名啊。所以这个名字极有可能就是储存在手机卡中的，所以才能在手机格式化后继续显示。呵，这线索并没有中断。这一想到这儿，我的心跳都变快了。老实说，其实3年以来我一直就没放弃过想追查真相，所以当发现这个线索后，我就直接放弃了下午的面试，顺着当年记下的地址，坐了下午的动车去了闷葫芦的家里。我在门口等叔叔阿姨下班回家，他们看到我后先是愣住了，在知道我是闷葫芦的同学后也表示了欢迎。进屋之后，我也没有拖泥带水，直接就问他们：啊，叔叔阿姨，那闷葫芦的手机你们还留着吗？这俩人一听面面相觑，
脸上流露出复杂的神情。阿姨说：“还存着呢。哦，那能拜托您把手机里的 SIM 卡给我看一下吗？”这阿姨一听愣住了。你要一张废卡干什么？哦，我这当初有一个很重要的号码，现在不记得了，他的手机里存过，所以我想看一看。这阿姨听到这儿啊，就说：“啊，好吧，我给你看看，不过肯定是没有的，他手机卡里没存电话。”说完，阿姨从一个小盒子里找到闷葫芦的手机。那仔细一看，这盒里全是闷葫芦的遗物。我拆下手机卡，塞进自己的手机里看了一下。如阿姨所说，这真的是一张没有记录任何电话号码的空卡。这各位是不是觉得那线索在这儿又断了？错，这张没有任何电话的空卡就是最大的线索。就是这张空卡让我这4年来无数次的联想回顾顺利的拼接成一张大网。今天我就有了一个答案，但这个答案真的让我感觉可怕。大家可能有点迷糊，且听我娓娓道来，让我把关于几年前前前后后的分析全部告诉大家。首先，最开始的是监控画面里闷葫芦在寝室门口站立的那10多分钟，他曾经掏出过手机。虽然监控上看得不仔细，但能确定的是，他短短几秒钟做的事儿绝对不是格式化手机。做过手机格式化的朋友应该知道，手机格式化的时候会黑屏，可是当时的监控上，他翻弄了一下手机屏幕，看了下消息，就把手机塞回去了。所以这个时间里，他的手机并没有格式化，功能还是完好的。在后续的监控画面中，他也没有掏过手机。那时间就回到闷葫芦上吊的早上，我们去叫宿管的时候，闷葫芦口袋里的手机亮了，而且来电显示透过裤子，隐约的可以看出联系人是2个字的。可是这闷葫芦的 SIM 卡里并没有记录任何的号码，这个来电信息的备注只可能来自手机自身。也就是说，手机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被格式化。在这之后，校方的领导来了，我们3个被带出来，2个书记对我们问话，校长和后勤部长则是进到寝室中，中间再没有其他人进过寝室，一直到最后警方介入，手机就突然被格式化了。这我并不怀疑警方的手机格式化的说法，因此我现在能怀疑的只有当时进入寝室的校长和后勤部长。手机是他们进入寝室期间，将由他们2人之中的一个被格式化的。我只能这么想啊。这分析到这儿，我就感觉到害怕了，特别的害怕。我怀疑是自己想多了，或者是不是那位室友看错了。但是这些想法都没能劝阻我，我依然坚信我此刻的判断，所以我决定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3年，但是有些事情依旧让我无法释怀。我打算先去找那个后勤部长，有2个原因。第一，是在校4年来，我就没少跟后勤部长打交道，他给我的感觉不错，是个挺正经的老师。第二，是因为那通模糊的来电，那个备注是2个字的，而校长就是2个字。我进到后勤部的办公室，走到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这因为4年来私交不错，所以后勤部长看见我来了也是笑脸相迎。哟，怎么了？那别的同学这时候都应该到处投简历了，你怎么不急啊？已经找好工作了？我看着后勤部长，开口问道：可能有点唐突啊，但是我想问一下，
大一的时候闷葫芦上吊，您还记得吗？这后勤部长明显没有什么抵触情绪，答道：记得，就是大学里死人，那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了，但他上吊死的，还是有人在宿舍里上吊死的，这种事儿上边也比较关注。我见后勤部长反应不错，就更直接地问道：是这样，我想知道当初您和校长一块儿进去寝室里都做了什么？这问题一出口，后勤部长看了我一眼，小声地跟我说道：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我东西少了，当时用不到就没在意，现在想想还蛮重要的。你小子，你东西少了，你还怀疑到我和校长头上了？我们俩当时进去就没动你那位置，校长当时在看遗体呢，我就翻了翻死者的桌子，看看有没有什么毒品之类的。我一听就问道：为什么要看有没有毒品？你想一个大学生呢，好好的干嘛上吊自杀呀？遇见这种事儿，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吸毒，或者是碰到什么致幻药物了。所以你就去检查他的桌子床铺，校长去检查遗体和随身物品。后勤部长点头。对啊。你这都快毕业了，这流程跟你说说也没什么事儿，你只要知道那东西不是我们拿的就行了。好，那麻烦您了，我再回去找找。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于是我很快就脱身了。后勤部长的说法就让我更加的确信这件事儿和校长有关。很明显，我没什么本事去调查校长，可是我知道如何确定校长和闷葫芦之间的联系。既然闷葫芦的银行卡里有转账记录，那只要能确定汇款的银行卡是对方的就行了。如果这事儿真的和校长有关系，那我相信他也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银行卡，那张银行卡很有可能就是他运营灰色产业的银行卡。眼下我只需要一个线索。我们这学校的校长并没有多检点，平日里滥用职权的事儿也是没少做，只要我以卖学历的方式入手，就不难搭上这线儿。我前前后后的花了1个星期摸索路子，成功的找到可行的办法。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假，可是在早几年，大学卖学历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当时通过学校附近的一家做学历教育的店铺，很轻松的我就搭上学校这条线了，又拿出当时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凑了个整数，以5000元的价格作为敲门砖，取得了学校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当时一共取得4个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我一个个的对照，果然有一个银行账户跟当时给闷葫芦汇款的账户是一模一样。调查到这儿，我就觉得这答案差不多已经浮出水面。闷葫芦当年一直在做的恐怕就是虚假学历的买卖，校长可能就是闷葫芦的上线。这每周5000元的汇款大概就是闷葫芦赚取的中介费，所以闷葫芦自杀之后，校长才会那么着急的去把闷葫芦的手机给格式化掉。因为按照警方的流程，是会调查死者生前的一些信息的，一旦调查，必然会从手机里查出校长和闷葫芦之间的联系，这样那买卖学历的丑闻可就暴露了。我深吸了一口气，有一种释怀的感觉，可是这种释怀的感觉并不真实，就好像我在自我欺骗一样。大家也许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毕竟追查这事儿足足3年了，这3年来，我觉得我比闷葫芦自己更加的了解他。如果只是买卖学历而已，怎么会让他产生自杀的念头？
难道说他真的是因为抑郁症自杀？如果是因为抑郁症自杀，那他为什么把银行卡和密码留给我？你不是应该直接转账给他的父母吗？我就觉得这事儿也许还有更深的真相。这老实说，单单掌握这个银行账户，我只能确定这事儿和买卖学历有关，可是我还不能证明这个事儿跟校长有关，因为这个银行账户是不是校长的还很难说呢，毕竟他也没写名字。所以我就假装自己是个想买学历的专科生，打通了那边的电话。可是电话没打通，被挂断了，然后我就收到那边的短信：别打电话，短信联系。传媒专业10万，财经专业15万，法律专业20万，先交1万保证金，给你安排教务工作。这短短的一段话就像是复制粘贴的，这买个学历随随便便就得10万，我可没这么多钱啊，但是我有自己的办法。我去到校长办公室门口，我知道半个小时后就是学校的例会时间，例会开始前，校长会在办公室里，所以我敲门。进来。我推门而入，校长抬头，那一看是我，有点奇怪。你是？哦，我对你有点印象，你是那个……我是闷葫芦的室友。这一提到闷葫芦，校长的脸明显有了抽动的反应，我就感觉自己找对了。校长推了下眼睛，对，想起来了，你来干什么？我这一边装模作样的说话，一边把手插进口袋里，按下早就准备好的通话键。是这样，我马上就要去实习了，希望您能帮我推荐一个好的单位。这在我说话时，校长的桌子就发出手机的震动声音。我看了一眼，不是他桌面上的手机，就看见他打开抽屉，掏出抽屉里的手机，按下挂断。然后我口袋里的手机拨号也停止了。抱着确认一遍的心态，我又按了一次拨号，这果真看见校长刚放进抽屉的手机又发出震动。校长不耐烦地立刻挂断，口袋里的拨号也随即停止。这下我确定了，但是确定这个也没什么用啊，只是让我确认校长确实在买卖学历，以及那每个星期都会转账给闷葫芦的银行账户确实是校长的。校长把手机放回去，然后跟我说：这找工作这事儿啊，那位我是不好插手的，如果说都要校长推荐工作，那校长的权威呢，以后我这工作就难做了呀。对呀，也是啊，那不好意思，打扰了。说着我鞠了个躬，弯腰的时候我就看到校长桌上的相框，那是他的全家福，校长、校长夫人、大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个小女儿和闷葫芦家教工作中的那个女孩长得一模一样。我这怕自己认错了，特地回去看了一眼当年的聊天截图，不管是反复的看了几遍，校长办公桌上的女孩和闷葫芦的辅导对象，这就是同一个人。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女孩其实才是我了解真相最关键的人物。时隔3年，我再一次登录闷葫芦的微信账号，找到那个名叫某某家教的联系人，发了一条消息过去：在吗？那边女孩可能是被吓到了，她肯定知道这闷葫芦已经死了，毕竟她是校长的女儿，一个死掉的家教老师居然还给她发了消息，这得多惊悚啊，简直就像是午夜凶铃一样。看着微信顶部不断的在名字和正在输入之间切换，
我知道我确实是吓到他了。他支出了好久，终于发了一个消息过来。是本人吗？我是他同学。这消息发完，我还担心他不放心，又发了一条语音消息给他。啊，我是闷葫芦的同学，就是来找您打听个事儿。这听到真人的声音，他才放下心来。你想打听什么？啊，我是想知道闷葫芦之前是你的家教吗？是呀。每周都是什么时间上课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在追查闷葫芦自杀的真相。他显然是在犹豫，思考了很久。老师不是说是因为抑郁症上吊自杀吗？啊，是这样，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所以想问问你，他都是什么时间给你补习？补习的地点又在哪儿？这次女孩沉默得更久了，干脆就没再回我消息。到后来我害怕极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太冲动了，他很可能会把这事儿告诉校长。结合我今天的反常举动，校长很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这牵扯到学历买卖，这背后莫名的漩涡竟然让我觉得自己处境特别的危险。回寝室收拾东西，我就决定今天就离开学校。可就在我收拾东西时，这女孩就给我发了一长串的消息。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7点到9点，地点在滨江花园一带。不能说得更细了。一周补6个小时的课，每个课时50元，一周结300元。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调查这事儿，但我也不相信老师会轻易的自杀。他教我的时候特别的乐观向上，还鼓励我勇敢面对难题呢。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人会自杀。如果你查到真相，拜托你告诉我。我看着这些文字，只觉得这是一个好女孩，她应该不会把这事儿告诉校长。但是小心起见，我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这件事儿别告诉你父亲。好。我想了想，又问。对了，他会脱逃吗？不会，9点钟下课，很准时。可是他家教工作结束后，经常不回寝室啊。不回寝室？不会吧？每次都是我父亲开车送他回学校的，说怕耽误门禁。是校长送他回来。对呀，每次都是开车送他回学校。这下我愣住了，如果每次下课回来都是校长开车，他们没有回到寝室，那么去了哪里？我来到滨江花园一带，思考着女孩的话。如果说没回寝室，她干什么去了？这5000元是校长用秘密账户打给闷葫芦的。闷葫芦是校长女儿的家教老师，下了课也是校长开车送闷葫芦回宿舍。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校长。这老实说呀，我心里边就有了一个主观臆想的答案，只是还不能确定。我一直蹲点到晚上，这时就看见校长的车子开进小区，然后就没再开出来。等到深夜我就没再等了，默默地回到学校。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我感觉这事儿就跟我想的一样，可是我没证据，也没有办法找到证据。我脑子里这个臆想实实在在地震撼到我。这一晚上我想了很久，决定就到这儿吧，不能再查下去了。如果大家还在等着后面的故事，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因为这后边我确实没有继续查下去。直到现在，这事儿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都没有再去追查，
你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我主观臆测出的真相，那就是这闷葫芦每周末晚上7点到9点去给校长的女儿补课，补课结束后，校长会亲自开车送闷葫芦回来，但闷葫芦通常都是第二天白天才回到寝室。他的银行卡里每周都会收到校长用秘密账户打进来的5000元。如果说本该回到寝室的人好几个夜晚都和校长在一起，那么除了肉体交易，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可能。这也许就是闷葫芦自杀的真相。就到这儿吧，点到为止，故事到这儿就结束吧。这就是我要和大家讲述的第2个版本。不要去查，不要深究。有人私信问我的枕套是拉链的还是套带的？对，我知道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到底是想问什么。那既然你问了，我也不怕说出来。我的枕套是拉链的，我们整个寝室的枕套都是拉链的。对，闷葫芦自杀的那晚，他并不是选中了我，而是因为3个人中只有我的枕头拉链对着窗外。他拉开我的枕头拉链，把纸条塞进去。老实说，在那个时候我被拉链的声音弄醒，但是我没有立刻清醒，只是在半梦半醒间徘徊。隐约中我就听到闷葫芦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我没有在意，就那么继续睡了。最后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调查闷葫芦自杀的真相那么执着，甚至发展的就像是执念。我会告诉你们，因为那天晚上他把纸条放进我枕头里的时候，我在半梦半醒间察觉到他回来了。我甚至还听到他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当时我本可以阻止他，可我睡过去了。第2天，当我看到监控里的内容，我看到他在走廊里游荡，就像一个鬼魂。我很难想象他当时到底有多么绝望，同时我也觉得羞愧。如果当时能起床问他一句，哪怕只问一句，或许他就不会成功的自杀。也许他现在也快要毕业了，苦尽甘来。所以我把自己带入他的角度，尝试着共情。他去给女孩辅导功课时，恰好是周五，他自杀的那天也是周五。他该有多害怕周五的到来？给女孩补习结束后，闷葫芦就会面对他最讨厌的事儿。一个男生，一个男大学生，一个家庭并不富裕的男大学生，一个家庭并不富裕并且患有抑郁症的男大学生。当他遇到这种事儿，足足持续了2个多月，羞于启齿，又无法反抗，无法拒绝。我想那个周五他一定很难受，他一定是吃下1整板的抑郁药物，试图麻痹自己。可是那没用，深处的情绪还是吞没了他，他无法逃避，又不敢面对。大概是在这样的无限折磨中，才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站上窗台。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想要去查清这个真相。正如大家所见的，这个真相太过离奇，似乎不查出来更好。时隔多年，我就看到学校新调任的校长新闻，莫名的激动。趁着这个日子，我决定在这里用匿名的方式把这段往事分享给大家。还是那句话，不要去查，不要追究。接下来，我们从闷葫芦的视角还原事情的真相。2月底的时候，学工处的赵老师找到我，食堂勤工俭学的名额已经给了另外一个更加困难的同学，如果我愿意，可以把我调到图书馆。赵老师跟我说，哎呦，这图书馆也没什么不好，又清闲，又能学习。也许
在赵老师的眼中，我还没有困难到那个地步，只是想在课余时间里赚一些外快。可是赵老师不知道，我是需要吃药的，这种药100元一盒，一盒只有10片，一共200毫克。我情绪好的时候一天要吃30毫克，情绪差的时候一天要吃60毫克，通常用不到4天就会吃光一盒。食堂的工作原本很好，我能免费的吃饭，还有工资。这图书馆虽然清闲，但比食堂里少了1半的工资。如果说我要被调到图书馆，那就意味着我失去食堂的包餐，还有多出的那部分工资。所以我就尝试找赵老师沟通。我去到学工处，找到赵老师。在沟通的过程中，我很紧张，手抓着羽绒服的下摆，头也不敢抬起来。赵老师。是你啊。赵老师，我真的很需要食堂的工作。赵老师的回答也很简洁。那名额都已经报上去了，你找我也没用啊。尽管如此，我也必须争取。赵老师，拜托你，我真的很需要。赵老师刚刚打开保温杯，看了我一眼，又盖上。那顶替你位置的这同学是单亲家庭。但是我就这样吧，你校内校外还能有不少其他的兼职，你去找找，不比在食堂里差。我被赵老师请出来，一个人走在楼梯间里。我找了最偏僻的角落，静静地坐在台阶上，然后从包里取出保温杯，再从口袋里翻出一板盐酸帕洛西汀片。这一板药片只剩2片了，我通常是吃1片半，但是这次我吃了2片。确认水温不烫嘴后，我把药片放到嘴里，药片跟着热水被我咽下喉咙。随着我的呼吸逐渐平稳，我这才发现周围原来有这么多人。我就靠着墙坐在台阶上，感觉这些人跟我没什么关系。手很冷，握着保温杯的铝皮更冷，眼眶不自觉地红了，烫了，然后哭了。同学，我缓缓地转过头，终于看到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在拍我的肩膀。同学你还好吧？怎么坐在思政楼里哭啊？我起身朝着他的方向点头致谢。谢谢，我没事。说完我就下楼了。我只是有一些难受，现在已经好了。我不能干坐在这儿。赵老师说的对，我还有很多的兼职机会，并不比食堂里差。我去找找，能找到的。包吃的工作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至少那工资得多一点。现在快到下午上课的时间了，我就只能下午下了课再去找了。回到寝室，看到3个室友正在3排，平头和眼镜挤在一张床上互相指挥。跟我对床的发哥坐在下面，他看见我来了，提起了一份饭递给我。我们在食堂等你半天，你都没回来，我就帮你打了一份。我接过饭。多少钱啊？还要什么钱呢？你发哥请的，回头啊，作业叫我抄抄。我很想笑出来给发哥看，但是我刚吃过药，头昏沉沉的，根本就笑不出来。发哥察觉到我不对，他就问我，你不是去找赵老师了吗？事儿没办成。我坐回到自己的位置。这发哥一听，
关掉游戏就要出门。这赵老师办事不地道啊，他欺负你腼腆啊，你要去找他？靠，他就是看你好说话，这么多人不换就换你啊。跟你一个同窗的那个男的，他1周7天球鞋换着穿的，不像是家里困难的，怎么不换他呢？这说着发哥就要出门，我想拦下他，可是他是篮球社的，一下就没影了。就算发哥现在去闹也没什么用啊，按照赵老师的说法，名单已经报上去了，眼下我还是应该去找一份别的兼职。吃完饭，我在学校周边的贴吧社群里发了找兼职的消息，然后就静静地等着。大概过了10分钟，到了上课时间，我抽出课本离开寝室。这出门没多久，在楼道里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本地的。我低头接通。喂，你好。哦，同学你好。我在给我家女儿找家教，一个课时50元，补周5、周6、周日晚上的2个小时，你方便吗？家教？我方便。我这一听到家教的简直特别的高兴，那大概是最适合我的工作了。那头的人继续说道：哦，今天是周5，你晚上7点能不能到滨江花园来？咱们试一节课呀。试课？哦，那个试课也有课时费。好。下课后，我没有回寝室，去外面简单的吃了碗面，就坐着公交出发了。按照电话里说的地址，去到滨江花园，然后回拨电话，按照电话里男人的指引，进入到男人家中。他的家很大，很气派。进门之后，我看到那个男人站在门口迎接着我，他就是我今天在思政楼遇见的那位。这个男人看着我说道：同学你好，快进来吧。我看着地上为我提前准备的拖鞋。您是？我是你们学校的校长。我很慌张。校长？哦，别紧张啊，我这家里啊确实是有一个女儿，她确实需要一个家教。说着，他指着屋里的一个方向。我抠了抠脸颊，穿上拖鞋，跟着校长进到他女儿的房间。校长跟他女儿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就走了。我坐在女孩旁边，她今年高2，这今天本来应该在学校上自习，照她的说法是校长突然把她叫回来。我有些抱歉，感觉校长这就是为了给我个兼职的机会，才把他的女儿叫回来。这大概是中午的时候，校长和赵老师聊过吧。我这么想着，心里对校长充满着感激。高2的学业很急促，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复习。给他温习功课时，我发现他刻意回避着所有的主观题，反而对那些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总能对答如流。我看着这个女孩，觉得她可怜，那明明是花一样的年龄，却一头扎进课本里死记硬背。可仔细想想，我又有什么资格能可怜她呢？因为是第一次补课，我只是大致的了解了一下女孩的水平。以女孩现在的学业，考1本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她而言，真正需要困扰的仅仅是能不能冲击985和211。这我能做的就是让她在主观题上多拿一些分数。第一堂课中规中矩的度过，到了晚上我准备离开，校长却拉住我。他说：我开车送你回去吧，别耽误了门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挠着脑袋。不好吧？在路上我再跟你交代一点事儿。这校长都这么说了，
我就没有拒绝。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校长说：“你那情况啊，我听赵老师跟我说过了。”我只是点头。哦，你成绩很好，我女儿交给你了。到时间来上课啊，可是这不能告诉别人。我明白，这大学生去校长家做兼职，这是很容易落人口实的事情。对外我只说我在做家教。好孩子，你自己也得好好学习啊，将来出了社会了，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听了这番话，有点感动。回到寝室，室友们都问我去哪儿了，我只是简单的回复他们：打工。打工啊？我找了份家教的工作，就是周末工作，工资不低。说到这儿啊，几个室友都替我高兴，我也感觉生活正在慢慢的变好。第二次上课，我看了眼他第一次周考的试卷，他靠着死记硬背拿下大部分的基础分，但在需要动脑的主观题目上，却总是不能发表出自己的看法。我跟他沟通过，他的回答也让我很是意外。我不喜欢主观题，早2年我学鲁迅的《雪》，那文中就描写暖国的雪松散，我就认为那是不团结，不能拧成一团。课文原意却是不卑不亢，不勾结。什么是主观题？就是强迫你承认标准答案呗。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也认同他的说法。常有作者自己写作的内容被出卷的老师无端的臆测，在这种情况下，那谁又能说出主观题是一种主观呢？第3次上课快结束时，女孩突然东张西望地跟我说：“你不好奇为什么家里只有我和爸爸吗？”我皱眉，其实我挺好奇的，但是我没好意思问。我妈妈去年就走了，他们没离婚，但是我妈妈就是搬出去了。她让我好好的读书，不让我见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面无表情，也毫无感情，她就像读课本上的阅读。我眼中的她身上好像缺乏着这个年纪女孩该有的快乐，就像当初刚患上抑郁症的我。第3次上课结束，我还是坐着校长的车回到学校。他通常把我送到校门边的路口，剩下的路就让我自己走回去。这次他把我送到校门口，没有着急让我下车。他把我留在车上，拿给我一个袋子，里面是一盒运动鞋。这只是我和校长的第4次见面，不敢收这样贵重的礼物。我不能要。这以后啊，我女儿就得拜托你了。拿着吧，早点回去。校长把鞋盒塞到我手里，然后从驾驶位上伸开身体，他撑着手打开我这边的门。我也没想太多，只觉得受之有愧，但校长没有给我拒绝的余地，所以我就收下了。谢谢校长。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收到女孩给我转账300元。不得不说，家教这份工作真的很轻松。我的药快吃完了，这300元用200元去买药，剩下的100元明天中午请舍友们去吃饭吧，他们对我很好。周2时，年级组分发下来几个入党积极分子的名额，我们班里拿到2个。这东西我不敢奢求，我在班上并不常讲话，和同学的关系也不好，这个积极分子的名额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事实也是如此，这个社会大概就是这样吧。
有才的不如多干的，那多干的不如会说的。最后的结果也如我所愿，这2个名额给了和我们班导走得最近的2个女孩子。有点难受，今天吃2粒吧。周五的时候，积极分子的名单报上去了，可奇怪的是，老师突然找到我，他跟我说：“这年级组那边把名单改了啊，积极分子的名额有你。”我这当时除了惊喜还有疑惑，因为我不明白这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改给我。当晚我第4次去给女孩上课，5天没见，女孩依然是一副严肃的表情。校长今天正好出去应酬了，并不在家里，我就想着除了上课，也许还能做点别的事情。我扭头看向女孩的书柜，上面有好几本王尔德的书。我听说过王尔德，他的作品号称看完必哭。我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她抬头疑惑地看着我。我指着书柜里的《夜莺与玫瑰》问道：“你喜欢王尔德吗？”提到王尔德，他有了点精神。见他这个反应，我就问他：“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夜莺与玫瑰》，一个男孩跟女孩表白。女孩说：“你给我一支红玫瑰，我就嫁给你。”男孩在大雪里找啊找啊，只有遍地的白玫瑰，哪里才有红玫瑰啊？他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一只夜莺听到男孩的期许，受到感动，他来到一朵白玫瑰前，把自己的胸口撞向荆棘。在大雪中，夜莺轻唱，就像是在歌颂爱情。白玫瑰吸取着夜莺的血液，终于在夜莺的歌声停止时，盛开为一朵红玫瑰。男孩顺着夜莺的歌声找到这朵玫瑰，他开心地将红玫瑰带给女孩，女孩却因为男孩的贫穷拒绝了他。男孩生气地将红玫瑰摔在阴沟里，由着车轮一遍遍地碾过。这个故事好凄美啊！我看完《夜莺与玫瑰》，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因为这本书，我今天忘记了吃药，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不舒服，反而在回味中睡着了。第5次上课快结束时，我和女孩聊起《夜莺与玫瑰》，这是她第一次笑着跟我说话。她说她为夜莺的牺牲感到惋惜，为男孩和女孩的行为感到不耻。她说如果让她来写这个结局，她会写女孩依然为了金钱拒绝男孩，但男孩会珍惜这朵玫瑰。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光亮，希望可以做你笔下的男孩。我这么对她说。第5次补课结束后，我把《夜莺与玫瑰》还给了她，她又借给我另一本英版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个英俊的少年。这一次还是校长开车送我回去。当车开到一半，在等红绿灯时，校长的右手离开方向盘，他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轻拍了2下，然后问我：“我女儿学习最近怎么样啊？”我的注意力都被校长的手给带走了。对校长的问题，我下意识地回答：“很好啊，她一直都很好。”校长似乎并不在意。“你这成绩不错啊，没有迟到早退，积极分子却没有你。我就让年级组那边把你的名字加上了。”他的手开始从拍打我的大腿，转变成在我的大腿上来回的摩擦。我咽了口口水。谢谢你。
校长的手开始停在我的大腿上，开始捏着我大腿上的肉。呵呵，你应得的。强烈的不适感让我感到难受，但是我身边没有药，我只能大口的呼吸，指着前方的红绿灯说道：“绿灯了。”校长愣了一下，他赶紧把手抽走，继续开车。到了学校附近，要下车了，我推门下车，校长突然拉住我的手：“呵呵，明天记得来上课啊。”我看着车里的校长，感觉他的周围出现一些的黑线，我没有办法，只能点头。校长松开手，开车走了。他的车开到很远之后，我才敢移动。我背着包，慢慢的移动在路边的花坛处，转身坐在花坛外的砖块上，看着车来车往。这些车在我眼中变成一条条拖长的光线，起初是霓虹色的颜色，然后变成灰白。我看着，慢慢的把头埋在手臂之间，大概是哭了。我悄悄地回到寝室，脱掉校长送我的鞋子，在我的柜子里把新买的药片拿出来，拿了2粒，我觉得不够，又掰了半粒，也不管冷水热水，把药放在嘴中就喝了下去。我的大脑一片漆黑，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黑色。我觉得校长好像不太对劲。只去明天一次，拿到300元的课时费，我就不再去了。我暗下决心，刚吃过药，我的思考变得迟钝，不知道室友有没有找我。我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从书包里拿出那本书，道林格雷的画像，就这么开始看起来。道林格雷的画像，道林格雷是一个拥有着盛世美颜的少年。画家看见了他，想要为他画一幅自画像。那幅画像比一面镜子更能显示出道林格雷的美。少年看着自画像沉迷，后来少年疏远身边的所有人，他施暴，他杀人，他逐渐变得面目狰狞。再后来，他再去看自画像时，画中的他变得丑陋无比。他无法接受这么丑陋的自画像，于是掏出刀子刺进画中。但是那把刀原来刺进了少年自己的胸膛。人们在看到这个现场时，发现地上的人面目狰狞，墙壁上的画儿却依旧光彩。这分明是歌颂美德的东西，却被我想象到别的东西。校长对我好的时候，我也觉得他像道林格雷一样，像是美好的化身。可我眼中的校长，正在像那幅自画像一样逐渐丑陋。第6次去上课，我显得很木讷，好几次女孩提出问题，我都没能第一时间解答。女孩觉得奇怪，她就问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能说是因为你的父亲。她是个好女孩，不该知道这些事情。没有，没事儿。然后校长推开房门，他对着我说道：“走吧，我送你回去。”我跟着他走出这扇门，回头看了看女孩，给她一个笑容吧，然后也给自己一个笑容。这大概就是地狱吧。已经是第2天了，我带着自己的衣服从一家很简陋的宾馆里走出来，手上拿着道林格雷的画像。我还记得昨天的事情，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车辆，同样的人。
在回学校的岔道口，他接了一通电话。哦，行，你等我啊，我马上来。他挂断电话，扭头对我说道：哦，对了，这儿有一份要紧的文件，你陪我去拿一下。我心里一紧，没敢多想，然后他把我带到一家宾馆的楼下，他把公文包递给我，对着我说道：跟我上去。我也没想太多，他毕竟是校长，我只是帮着他拿着公文包，应该没事儿吧。可是怎么可能没事儿？进了房间根本就没人，他推了我一把，他锁了门，他过来了，他抓住了我。这就是地狱吧？好难受，为什么偏偏是我？